彰化人都很喜欢吃控肉饭，我很喜欢制作控肉的这个过程。这个是一个手工传统的东西。在我自己可以做的这一段时间，尽量把这个东西可以做到极致。我感觉控肉饭的历史吼，其实伊安怎来的吼，我感觉是真近代的代志啦。控肉饭到底是安怎来的？即摆讲法有业种啦吼。以前吼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日本时代原来爱请人客啊，原来有一寡高官啦吼，算讲伫咱社会地位较悬的人吼，伊爱去食物件，就迄个总铺师啊，是讲咧煮食的这个师傅吼，伊就爱饭菜内底做一个控肉这料理。但是咧，国民政府来时，台湾人就开始讲，反攻大陆有诶无诶吼，拢咧准备要战争。国民政府原来有限制，讲你袂当安尼凊彩咧办桌。台湾的这个经济变较好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讲，这个煮食，我的爸爸、我的阿公吼，伊留落来的物件，咱应该搁会当搁甲退转来，搁开始来做这个控肉饭的这个生意。搁另外一个讲法是讲吼，控肉饭其实和咱办桌的这个文化原来有关系。咧食迄个办桌，咱是毋是拢有风肉？风肉迄算大菜啊！日常你都无法度讲，你想要食风肉就食风肉，所以有人就想着讲咱就变做日常会当开一间咧小档会当卖，就变做控肉饭。中华的控肉饭吼，恁若有机会来阮中华食控肉饭，阮感觉迄控肉饭就是吼，迄拢爱用卡扣用华语讲就是迄猪的这个后腿肉。我们对彰化控肉饭的定义就是一个竹签插过一条肉。那为什么要需要竹签呢？因为它是回库不同的部位组成的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脚裤它里面有一个腱子肉，有一个棒棒腿，那它还会有一颗脚筋，基本上它包含起来就会有一点类似这样子。这颗脚裤的口岸切下来，它就是像这样，这一块刚好还有一些瘦肉，有的它就是刚好都没有。那我们就会把可以利用的瘦肉去把它补在中间。有一些东西你看是本来可能会浪费掉的，可能这个皮啊，你可能觉得哇它很肥哦，里面有一些油啊什么的。那其实你透过其他的方式配一些瘦肉组合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。有点算是创造力的展现，玩一个艺术品的感觉。对，冬天跟夏天火候是不一样的，酱油的比例也都不一样，我都会用咸度计去测啦，所以这样子品质比较有办法去控制好。当初我就希望这个控肉吃起来就简单，不要太复杂，就是我不要去买那种很难取得的材料，我也不想要靠其他太香的佐料，有的可能会放什么花椒，然后香粉，我希望吃起来就是它原味。这好吃呢，因为你的那个皮跟油是皮有点 Q 度，但是那个油脂是化的。然后吃的时候会有一点甜味在里面，回甘。
对，回甘，我不喜欢太重口味了，有的会让它很咸或者很甜。当初我爸爸在做的时候，他用的很咸，我后来把。所以你改了他，说他不爽吗？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原因，因为老一辈的其实他们喜欢吃当姜，虽然以前颜色会更深。会更深。啊，你的卤的时候你有炒糖色吗？没有。没有炒。就是 OK。啊，你也，然后肉你也没有煎，你也没有炸。这一些方式都试过，但是最后我觉得就烫完，然后切一切，然后就卤最好。对。他很坚持，他觉得应该要做到一些很细节的地方，譬如说毛一定要清得很干净啊，然后你在整肉或者是整皮上面，他就是我对我来讲就是用龟毛2个字。我的师傅他会先帮我做到这个感觉，所以其实这个中间到处都是手工了。你也可以说，我一碗饭卖你50-60块。我干嘛花这么多时间？但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期待，他对他自己的坚持。你看这边有烧焦的感觉，但是你看它已经扫过了，表示这个毛它太粗，它烧不掉。刮掉之后烫完，它还会再跑出来，所以我还要第3次的加工。对，所以其实都是技术活啦，就很麻烦的东西，但是。对它有爱，你就不会觉得太麻烦。OK， 然后再来酱油，你刚刚说那个，对，你的秘密，你的最大的秘诀就在酱油，控肉的灵魂。来，我拿一下酱油好了。基本上不是啊，你这什么都没有，我要去哪里买？因为这个厂商专门用给我，他就希望外面不要有标签。应该也算是环保了，他就不用再去贴那个标签。第二个是应该是我爸爸以前叫他不要贴，才不会被人家发现贴那个。人家如果刚好走过去看过，他知道说你原来你们就是用这个酱油，那我回去卤看，看会不会一样好。它这是2次酿造的酱油。而且你刚倒是有一点粘稠的感觉。对，它不是说很轻。都用他们这个，我们已经用非常久，从我们开始开店就用到现在。然后他们已经1甲子了，很甘醇哎。对，很甘醇，就很简单的东西。但这个只有在彰化买得到。对，彰化买得到。对。台式的控肉跟风肉之间的差异性，有时候你会谈到所谓的香料，那它跟香气有关。彰化的控肉，它其实不会靠一些所谓的香料啊、肉桂啊、八角来提，它最主要就是酱油的风味。在彰化我遇过的最特别的，应该是在花坛的圆心酱油。彰化圆心有2个特别，一个2次酿，第2个它是黑豆跟黄豆混酿。2次酿的酱油是一个很特别的做法。2次酿就是酿过第1次的酱汁，把它收集起来之后，再用黑豆1批黑豆再酿1次，让里面的蛋白质又提升一个层次。阿鲁的爸爸第1次来的时候说，想要做生意，想要找导游，看有没有那种纯酿造的酱油。而且他说很多外面都是骗人的。他爸爸来这边一直看环境，每次都骑过来就抽查你们工厂有没有在做有没有干净啊。然后到后面就跟我爸爸他们那一辈的，就是会有比较像朋友这样子。阿鲁他接手之后，他也有他的坚持，然后说一定要坚持用这种好的酱油。那成本就多人家2-3倍了啊！人家1桶100多块，他1瓶就要70块了，都要贵人家很多。他还是坚持这样子，他的坚持也是跟我一样龟毛哦。也就是细腻的师傅啦。饭吃起来有胶质，对，那个卤汁有进去，有这个会粘嘴唇。像我们用的米就是寿司米，
我开始吃控霸崩，就是小时候我的父亲哈，他真的是早餐就开始去买控霸崩回来让大家吃。那控霸崩我小时候记忆是饭煮的很好吃，你要煮好，哦对。那我们彰化当然是出米是非常有名的嘛，哈。我靠，这几包7包归位。还不棒哎！嘿，老板娘。哦，好 ，OK， 明天拿哈。好，50嘛。好，谢谢。9包先来哦。这里是合成粮食行，现在主要是做台湾米，还有进口米，主要市场都是跑中彰头苗这边。其实阿鲁老板其实他生意不错，他大概1个礼拜将近10包上下了。阿勇他就是西螺这边的正生碾米厂，因为他黑土种出来的，所以他会有很丰富的矿物质。然后可能阿勇真的也会煮啦，因为其实有好的东西，也要好厉害的厨师、厉害的煮饭的人，才可以把这个产品整个很完整的呈现出来。我跟你讲啦，咱彰化人就是吼，咱对外拢是团结的，那对内我们就很纷扰了哈。对，这个大家可以从控霸崩的这个喜好就可以反映出来了哈。一群彰化人如果跟其他县市的朋友一起，然后开始讲说哦，我们新竹控霸崩怎样，台南控霸崩怎样，我们彰化人就马上团结起来啊！你是没有来我们彰化吃过吗？啊，一群彰化人开始在比较说哪一家控霸崩的时候，就会有各自坚持。控霸崩反映了我们彰化人的性格，这样。我一直觉得控肉饭可以到目前有一点知名度蓬勃发展，要感谢那些老店，因为他们把这些东西传承下来。所以我当初我在银行做10年。第一个我会想要回来，是因为我觉得彰化控肉饭是一个代表性的在地文化，我不希望它就不见了。这一单是52个醉肉便当，他们1个月大概会2次。因为这个是老人家要吃，他们喜欢碎肉。淑慧姐就很害羞咯，他们跟阿勇又是完全不同的，我觉得又是不同的路数。他用陶锅卤他们的控肉。炖煮的时候，它的那种滚沸的效果比较均匀。我觉得陈明统不一样的是，他们在卤肉，他们不加一滴水，他们就是酱油、肉、葱，没有什么八角、花椒、桂皮，没有。嗨，Jeff 你好。你好，这么多。对啊，这都是我们店的招牌。有，我很久之前有来过。你有来过？我很久没来，安尼我先吃控肉饭好。好。爸爸当初做的时候是为了3餐做吃的，景气再怎么不好，大家还是要吃。
有一段时间他也是整个做起来，也有媒体的帮忙。那时候他们爸爸整天都没有休息，到后来爸爸有一天早上起来，他楼梯走一走，后来突然晕了，中风了，是右手右脚已经不行。然后大家都回来帮忙，我一直想要找回爸爸的味道回来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就跟我姐夫，我们一直在讨论，一直在讨论。然后他凭他的记忆什么，然后我们就慢慢把那个酱油什么那些那个通通再重新再回。那你跟你姐夫花了多久时间，才找出你们心中对于爸爸的味道的那个感觉？半年后。半年。对。就跟姐夫一直在讨论，然后我们一直在想说这样吃也有给妈妈吃啊，妈妈也有在提醒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慢慢的看客人的反应啊，其实客人都是我们很好的教材啊。那我一直觉得我爸的东西是好吃的，其实爸爸这个东西我都希望能继承下去。知道的时候是很突然，没有记者打电话来，记者他们直接来。哦，所以那天有点吓到，客人都比我们早知道，然后门口已经是一堆人。那时候是刚好疫情，那个客人已经是少了几乎快剩下30%，刚好这个米其林救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像别人还会用那个竹签去固定它的那个肉嘛。所以它那个一直在保温里面，它那个肉就会碎掉，就卤得不好，卤烂了。NG 的肉，我也很喜欢这一碗，真的，我们赶快把它吃完。其实爸爸留下的东西，其实我很感恩，他留下这么好的东西。其实这几天拍下，我那种感觉还蛮好的，主要因为要留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下来。我现在有2个小孩，我希望的是我在他们的心里面也可以留下一些，他们到老，他们可以拿出来讲的一些东西，或者他可以说我爸爸就开控肉饭了，然后控肉饭就彰化很有名的小吃哦。我们现在一家子就都在做这件事情，这个是一个凝聚力。然后小孩子回来就会看到我在那边卤控肉做控肉，你还可以照顾自己的口袋，还可以照顾别人的胃，然后一家子有一个凝聚力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。